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知识影片。今天知识影片我给大家来介绍如何自己去创建静态 IP，非常简单，只需要跟我操作即可创建自己的 IP。关于创建静态 IP 的话，我在中国大陆小红书上去看到很多人去咨询这个问题，但是我并不敢给他们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一旦回答这个问题的话，他会给我封号的，因为这个是很危险的一个动作。然后今天这影片我给大家来介绍如何自己只需要10分钟就可以创建自己的静态 IP， 相当于自己的住宅 IP。比如说我现在想到巴西，一下就进入到巴西了。比如说我们想进入荷兰，我们一下进入荷兰的 IP。现在想跳到希腊，立马就跳到希腊。然后如果我们想跳到台湾的话，立刻就跳到台湾，变成台湾。如果喜欢我的话，别忘了订阅我，然后接下来往下收看吧。大家如果没有订阅我的频道的话，别忘了订阅我。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可以收藏我的影片或者留言，我会帮助大家的。比如说，你可以看到我这个影片频道里面，比如说我自建的，比如说自建 VPN 和 VPS 服务。大家如果不喜欢某一个方案的话，可以选择另一个方案。这里面我给大家来部署 OpenVPN，然后在 Oracle 免费的 Oracle 上部署 OpenVPN 以及 WireGuard VPN， 以及就是操作点击几个按钮也可以部署自己的 VPN， 以及在 Azure 上或者是在 Azure 上部署 V2RE， 很多方法你可以看到这里面我们的影片。还有就是比如说评测 VPN， 比如说自己安装 AI 软体工具了，以及 AI 语音克隆了，说这是我的频道。如果大家喜欢我了，别忘了订阅我。接下来我给大家来展示如何自己分配静态 IP， 然后可以去实现使用自己的静态 IP。然后这里面我们首先进入我们的 AWS 账户。如果大家没有 AWS 账户的话，需要自己注册一个 AWS 账户，然后第1年是免费的。然后这里面我们选择 EC2， 点击 EC2 之后，首先我们要自己生成一个静态 IP， 这个静态 IP 大概的价格是每个月2.3美金，其实还是很便宜的。然后在左侧你可以看到 EC2 左侧，它下面有一个 Network and Security， 我们选择 Elastic IPS。这里面我们点击就是分配一个静态 IP。分配静态 IP 之后，我们这里可以选择 Network Border Group， 因为这里面我们想要分配的是美国的嘛，比如说大家很多人想要美国的静态 IP， 然后这里面我们选择第一个即可。然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这里面有 IPv4 的 S， 然后这里面右下侧勾选。勾选择之后，你可以发现 AWS 帮我们创建一个静态 IP， 比如说 34.196.203.24.6。这个 IP 一旦分配好了，这个 IP 永远就是我的，永远都是我的。但是我需要每个月付款，然后它是按小时计算的，小时大概是0.000几美金，是非常便宜的。一个月就是24小时乘以30天，大概是700多小时，六七百小时吧。然后一共是2.3美金，是很便宜的。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将这个 IP 拷贝下来。拷贝下来之后，我们到这个去看 IP 地址，它是哪个国家的话，你看我们点 search， 点 search 之后，会发现它是在华盛顿，大概是在美国，你可以看到在美国嘛。然后它这个 IP 是美国的，然后这 IP 永远是我的了。然后，但是这 IP 怎么用呢？我们返回到我们的 instance， 我们要创建一个 VPC， 就比如说我们创建一台私有云伺服器，然后我们点击 Launch Instance， 你可以看到点击 Launch Instance， 这里面我给大家来介绍就是安装 OpenVPN 吧。这里面你可以看到我们选择更多，然后进入这个 Marketplace 市场，然后我们输入 OpenVPN， 你可以看到第一个就是，然后我们点击 Select， 然后我们返回到这，你可以看到这有很多，我们选择第一个即可，因为第一个的话它是免费的，它是允许2个用户去连接。第二的话，它需要10台，这个就是付费的了。这里我不建议大家用这个，你可以看到它是说每小时 0.12小时刀，然后每年是840刀，这个比较贵一些。然后我们用第一个免费的即可，点击 Select， 点击 Select 之后，我们点击 Subscribe on Instance Launch， 然后这里面它只收云伺服器的价格。这里面的价格是 T2.small， 这是稍微贵点，我们选择更小的，比这个 0.023每小时更小的，然后我们点击 Subscribe Instance， 然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 AWS 这个市场现在帮我们分配一个伺服器，帮我们安装 OpenVPN， 这里面我们选择 Instance Type， 我们选择 D2.micro， 这个它是 Fair Tier 的，如果大家是 AWS 第1年账户的话，可以使用这个是免费的。我们选择这个，然后我们选择一个 key 吧，比如说我们这里 US key， 大家如果没有 key 的话，可以自己创建一个。然后这里面我们不需要配置这个 security， 但是它这个 network setting 我们需要点进入。点击进入之后，你可以发现它有一个 auto assign public IP， 这里面一定要选择 disable。为什么呢？如果我们要 enable 的话，它会自动帮我们分配一个 IP， 但是我们刚刚已经创建了一个 IP， 所以说我们需要连接那个我们创建的 IP。然后这里面我们其他都不需要配置了。然后
然后我们点击 Launch Instance， 这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它这是分配8G 的，它最小只能是8G， 我们不能再小了，再小的话它是不允许的。然后我们这里面点击 Launch Instance，Launch Instance 后 AWS 会帮我们分配一个 EC2 实例，然后我们点击 EC2，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有一个 Running 是吧？然后会发现它这里并没有 IP， 因为我们刚刚并没有让它给我们分配 IP。然后这里面怎么去连接我们刚刚分配的 IP 呢？这里我们选择 Instance， 然后这里我们点击 Action， 然后我们点击 Networking， 然后我们点击 Manage IP Address， 看没看到？然后我们这里可以看到，为了分配额外的 Public IPv4 地址，to this instance， 我们需要点击这个，点击即可。点击这即可之后，你可以发现这是我们刚刚分配好的 IP 嘛，比如说 34.196.203.246， 我们点击这个 IP， 然后我们点击这个 Associate Elastic IP Address， 然后这里面我们选择 Instance， 我们选择刚刚我们创建好的这个 Running 的一个 Instance， 我们点击第二个即可，然后我们点击这个 Allow this Elastic IP Address to be 重新分配嘛，然后我们点击分配。分配之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返回到我们的EC2 实例，然后正在运行当中的 EC 实例，你可以看到现在我们 IP 已经分配到了 34.196.203.246。这个 IP 如果我们不删除的话，这个 IP 永远是我的，但是这个 IP 是美国的，然后它现在部署的是 OpenVPN Server。然后我们怎么连接呢？我们点击这 Instance， 然后点击 Connect， 然后预设的 user name 是 root， 我们不需要动，然后我们点击连接。然后进入这个终端机界面之后，你可以看到它现在正在帮我们自动安装 OpenVPN。然后这里面我们需要输入 yes， 然后输入回车，然后同样的是回车，就是 type enter 嘛，这是预设的是 yes。然后这里面同样是 return 回车，然后回车，然后它网络连接部它是 port， 它预设的是943，然后我们 return。然后这个 TCP 端口是443，然后它预设的是443。我们如果想要预设呢，我们输入 return。然后这里面我们需要输入 yes。同样的，接下来我们这两个都是需要输入 yes。这个也是回车 yes。是否用 OpenVPN 作为 admin UI yes。然后自动帮我们分配个密码回车 yes。你可以看到它帮我们分配了这个 IP， 这个 IP 我们记下来，一会儿需要用到，回车即可。你可以看到 AWS 正在帮我们插入资料库，然后分配一个 IP。可以看到这里面有一个 IP 这个地址嘛，我们将这个拷贝下来。拷贝下来之后，我们进入我们的浏览器，然后输入这个，然后我们点击 Advanced， 然后点击 Unsafe， 这个我们不需要管，因为它这个是显示 Not Secure。啊，这里面这个 user name 是 OpenVPN， 然后密码是什么呢？密码就是我们刚刚分配好的这个密码。然后点击这个，我们只需要操作一次即可。大家如果操作这一次即可之后，我们可以用很多年。然后我们点击sign in，然后点击 Agree， 然后左侧你可以看到这是 OpenVPN Survey 的一个用户管理界面。然后我们点击第二个、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User Management， 然后我们点击 User Profiles， 然后这里面点击 New Profile， 然后我们点击 Create Profile。 你可以看到它现在帮我们下载这个配置文件，然后我们双击，你可以看到已经进入这个链接我们 OpenVPN 了。然后我们点击 OK， 然后我们点击 Save Password， 然后这个密码就刚刚分配的密码，看没看到？然后我们点击连接，之后，我们现在已经进入这个 OpenVPN， 现在已经是连接 OpenVPN 的状态，就是说我现在本地 IP 它肯定会切换到 34.196。 你比如说你看啊，我这样吧，我重新返回这个测 Where is my IP。 你可以看到它本地 IP 已经变成 34.196.203.246， 然后国家是美国，这是我本地 IP。这是我刚刚分配的 OpenVPN 的 IP， 比如说在 AWS 上，你可以看到它这里面就是 34.196.203.246。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刚刚我就是展示大家这个几分钟，其实收费很便宜。如果不是第一年的话，你可以看到其实几乎就是不收费的，因为我们没用多少。然后大家如果不想用怎么办？不想用返回到 Instance， 然后我们去进入这个 Instance， 然后点击 Instance State， 然后我们点击 Stop Instance。大家记住，千万别点击 Delete Instance， 我们千万不能点击最后一个是删除
instance。如果一旦删除的话，我还得重新安装 OpenVPN，这是非常复杂的，就给大家介绍的。所以说我们点击 Stop Instance， 一旦 Stop Instance 的话，这个 instance 它是不收费的。然后我们点击 Stop 之后，你可以返回到 instance， 你会发现它这里面它显示 Stopping， 然后它这个伺服器它就不收费了，但是它只收费 IP 的价格，比如说静态 IP 是1个月是2.3美金。其实大家可以给大家算笔账，比如说每个月的话，我至少收取2.3美金，这个大概是很便宜，这是非常便宜的。然后我们 instance， 然后伺服器怎么收费呢？它是按每小时，就是几乎是按每分钟收费，就我用多少收多少费，我不用的话我们就关闭。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是 stop 的状态是吧？它就是不收费的。那很多人说了，哎，那我这个伺服器关机了，那我这 IP 我们这个 OpenVPN 现在用不了了是吧？对，它确实是用不了了。你可以看到它现在就是因为它这个网络已经断了，都是连不上了。然后你比如说我们回到刚刚这个连接界面，你可以看到我们刷新，它现在进不去了。那我现在想用怎么办呢？想用的话，我们再返回到这台 instance， 你可以看到没看到？这是我们刚刚创建的 instance， 我们再点击进入。我需要刷新，因为我们刚刚 VPN 断开了。可以看到这是我们刚刚这个，你可以看到它 IP 已在这儿呢，这是我们分配的 IP。然后我们点击这 instance， 然后我们点击状态，然后我们点击 start， 就相当于给伺服器开机关机的意思。你看我一开机的话，它就开始计费。就比如说大家想用 VPN 的话，我就把这个伺服器开机的话，这个 OpenVPN 它自动就起来了，然后我们就是可以使用。然后不用的话，我们再 stop， 它就不收费。大概的话，就比如说每天用2个小时 VPN， 比如说我看一些影片啦，然后用我这个美国 IP， 我1个月账单非常便宜，几乎是没有多少，只收费 IP 的价格啊。这里面我们比如说我们再刷新一下，你看它又进来了，因为这个伺服器它又开了。你可以看到它现在是运行状态的啊！大家喜欢我的影片的，如果喜欢，别忘了订阅，感谢收看。